沉香中华官方追剧档期8月18日刷新1集，9月7日个人完结。38集沉香如饕餮的上半部分已经完结，下半部分是21集沉香。与上半部分对比，情节更加精简和生动。综上所述，上半部一张床的荧光灯代表了很多场景，让大家都心服口服；下半部可疑有底气。权威节目追档已经出现，我们应该调查一下。8月18是星期四，是沉香修复的日子。官方表示，沉香重华今晚开播，福利没有更新，和以往一样只加1集。这还不够看，对吧？我想在第1集中会有3、4集，这是一个节俭的片段。沉香重华8月18日18点整加1集，停播3天，8月22日加2集，回归典型复发，基本没有变化。很高兴个人在9月7日观看了大结局，中间没有休息。对于非个人观看决赛，它将是10月5日。下半部分总共有21集，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不足的部分。内容中有很多故事。唐周一脚踹了过去，袁纵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大侠们审视现实，驾驭还亲，以及最后的大决战等等，更把配角的故事讲得通透了。21集够吗？在权威节目表上，有几集以小符号分开，猜测比较亮点很容易。47、48下面有个乱七八糟的新符号，应该是唐周死的剧情吧。然后古稀的守护者颜丹心碎，应远顺利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这是下部较严重的事件之一。最虐心的情节是还亲为了保卫颜丹而杀窒息的情节，颜丹差点哭晕过去。51、52有床，分明是应远带着颜丹回到了天堂，两人分别吃住的甜蜜情节。不过他只是休息，没有额外的好处，不要想太多。君主被认为是一个普遍受人尊敬的人，而且从各方面来看，在结局中没有像婚礼式这样的情节。58、59下面是刀片，应该是1集男主和恶棍还秦的决战，1集就看懂了。他们有效地解决了还亲，但应远却差点堕入邪道，魔族的魅力消失殆尽。为了3界和谐，应远要效法染清，让元神化为符咒。颜丹利用真身积累了应远最后一缕元神初期，两人在香炉里打瞌睡了100年，在余墨的保证下苏醒了。最终，应远和颜丹一起留在了人界，剧团过生日。江辰在遗迹中复活，朝兰遇到了一个悲剧人物，紫林和林浪生了一个孩子瓜子。可惜好心的玄翔被陶子琪和还秦误导了这么久，终于自暴自弃了。玉墨虽然与众人隔绝，但有这么多老哥们的组织，他也不会落寞。02沉香如残渣颜丹重拾记忆，绝望流泪，剜心血救唐周受虐。沉香如碎花中的杨子和程毅，大结局的上半部分也狠狠地误导了观众。大侠们帮助玄翔，暂时留在了夜王川。令人吃惊的是，颜丹恢复了记忆，将荧光灯交给了伽马。下半部的开始是要狠狠地处理倒霉的唐周。颜丹和唐周乘着一条小船，在夜王河上泛舟。事到如今，两人几乎都猜到了自己的预期。要是颜丹没有恢复记忆，唐周会更有活力，说不定两人会在一起。光芒被粉碎的那一刻，唐周被夜望川的恶灵追杀，颜丹可以给他送来真气。在私人接触期间，固定记忆被解锁。颜丹想起了以前的一切，包括让他骨子里掉下来的应远。回忆的地点给我回顾了，尽管在人类世界里是年复一年，但我总而言之是过去的生活。颜丹不知不觉承认了这么多数据，心中向往流泪的地方。眼前这个人是没有记忆的应远。一时间，颜丹无法平静下来，拒绝了唐周的焦虑。唐周看到颜丹的反应，有些失魂落魄，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。之后，唐周直到最后也没有看出颜丹辞退他的原因。还好，在应远重新掌控之后，唐周的每一次回忆都真的是一个相似的人。颜丹在完成了英兰的过程后，将浑然不觉的唐周送回了汽车旅馆。
他的小精灵服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他希望找到4件古玩中的每一件来修复它。玄翔等人无路可退，燕丹却说可以帮助唐周。燕丹恢复记忆后，显然和之前完全不同了。杨子很好地处理了人的声音和感情，尤其是在语音线上，他能同时感受到自己的疲倦和痛苦。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种轻松愉快的优秀了。唐周身上有颜丹那颗可怜的心，现在可以用他的血来救人了。燕丹往前走，将心口的血液抽了出来。不管他是否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不能给他任何东西，他实际上都不能坐以待毙。唐周醒过来的时候，看到颜丹脸色苍白。当他知道他已经将自己的心血都剔除了的时候，他感到无比的烦恼和恐惧。燕丹心里想什么都对他说出来：你明明不能给我什么，你一般是什么原因出现在我面前？颜丹恢复了记忆，他在传达沉重的过去，而唐周却没有。假设他吃了孩医丹，结果会不会是独一无二的？唐周这才发现，颜丹只是有一颗心的一部分。他看着他离开，触动了他的心。他是不是明白了什么？上半部的结局在颜丹悲痛欲绝的地方戛然而止。不管怎样，他以前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记不住，现在忘记要麻烦得多。好在后面的应远在做着实实在在的补偿，保护了普通百姓，同时也保护了颜丹。03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肖战的信徒？我想通了，主要有3个原因。最近关于肖战的话题层出不穷，大家也都在研究。时至今日，大家都在议论为什么会有老老实实的爱肖战呢？事实上，某些人关注这个主题，而某些人可能不关注它。事实上，有很多人需要先按照肖战的方式走。或许很多明星最近出现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落差。比如肖战，说白了，他肯定不是什么高手，看来他还在研究宣传，后来机缘巧合，走上了消遣和演技的道路。所以，有很多人需要走肖战的路，但你可能不太行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新奇的，而肖战的路也很特别。而且，每一个机会出现，应该就是跟着肖战，但其实离肖战还有一段距离。目前来看，肖战几乎可以说是媒体界的标杆了。许多人将注意力转移到肖战身上，无论是粉丝还是他的作品，都绝对脱颖而出。很多新的演讲明星，我觉得按照肖战的方式创作是可以的。所以，未来要靠人，标杆在前，努力的方向也在前。第3，肖战最著名的地方之一就是他的演技。说实话，更多的是肖战的性格、他的3观、他的做人方式。随后，时不时有人看到肖战有很多粉丝，肖战得到了很多支持。肖战的展览同样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。说实话，演戏真的只是一个单一的观点，很多人都需要见肖战。除了演技之外，还有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。我认为这些是主要的。